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好，我是德昌，家里有长辈的注意了，2026年最新的大好消息来了，政府有一笔专门给长辈修整身体零件的预算，最高能帮你拿到4万元的补助，不管是装假牙还是配助听器，都有机会申请。但是啊，这里有个天大的关键，只要你顺序搞错一步，这笔钱就1毛都拿不到，白白损失好几万。今天咱们就请志雄大叔的真实经历当例子，把这件事掰开揉碎讲清楚，保证你听完就知道该怎么帮爸妈，帮自己省下这几个月甚至1年的买菜钱。人年纪大了，身体有些零件难免会松动，会磨损。志雄大叔前2年就是这样，牙齿松的松，掉的掉，吃饭成了最头疼的事。硬的东西咬不动，软的东西又没滋味，每顿饭都像是完成任务。用舌头勉强顶着几颗摇摇欲坠的牙根，把食物碾碎了吞下去。结果呢，饭吃不香，营养跟不上，肠胃也跟着闹别扭，整个人都没了精神，更别说耳朵了。跟儿子女儿说话总得让人重复好几遍。后来他嫌麻烦，干脆就不怎么开口了。家里人以为他脾气变怪了，其实他是听不清，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，心里憋屈。这种苦，很多长辈都在默默承受。他们总觉得假牙、助听器这些东西一听就很贵，能凑合就凑合，不想给子女添负担。但今天我们就要大声说，千万别再委屈自己了。政府真的有一笔社会福利预算，就是想要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的。这不是贷款，也不是保险，就是实打实的补助金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消息，自己跑去诊所。全口假牙一做就是10几20万，助听器一配又是好几万，全部自掏腰包，真的是亏大了。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不让这种冤枉事再发生。咱们先解决头等大事，吃饭的问题，也就是假牙补助。这笔钱主要是给65岁以上的长辈准备的。这里大家第一个要破除的迷思就是，只有低收入户才能领吗？当然不是，补助对象通常分2大类。第一类确实是中低收入户或低收入户的长辈，政府对他们照顾最多，补助金额最高，很多时候能全包或者报销90%以上。但重点在第2类，为了照顾广大的普通老人，很多县市都推出了针对一般户的假牙补助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不是低收入户，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，只要户籍符合条件，一样可以申请。那志雄大叔能领多少钱呢？这就要看具体情况和户籍地了。如果他需要做全口活动假牙，对于符合资格的长辈，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到4万元到4万4千元这个区间。如果只是上排或者下排牙齿不行了，需要做半口活动假牙，最高也能补助到2万元左右。甚至有些贴心的县市，连假牙的维修费用都管，比如去诊所垫个底、换个钩子，这些小修小补，1年也有几千块的额度可以报销。政府的目的很明确，出钱让长辈们能吃好饭，营养跟上了，身体基础才扎实。这笔改善生活品质的钱，不去申请真的太可惜了。这里必须插播一个超级重要的细节，假牙补助在很多县市是年度预算制，有固定的名额或者金额，用完就要等明年。志雄大叔一开始也不知道，等到10月份才去问。结果人家告诉他，今年的预算早就用完了，只能排队等明年。所以，如果你或家里长辈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每年的一开年1、2月份的时候，就去户籍地的区公所社会课打听申请，千万别拖到年底，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，名额早就被抢光了。说完了吃饭问题，咱们再聊聊沟通问题。助听器补助，这个市场水更深。从几千块到10几万一副的都有，很多人图便宜买了，结果杂音大，戴不惯，扔在抽屉里积灰，好的又实在买不起，最后只能将就，结果就是听力越来越差，和人交流越来越吃力，慢慢就不爱出门，不爱说话。研究都说了，这样会增加孤独感和失智的风险。政府的补助不只是给钱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帮你做一道筛选。不过申请助听器补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前置条件，你需要先去医院耳鼻喉科做详细的听力检查，由医师评估后开具一张听觉机能障碍的身心障碍证明，
听起来好像很严重，其实标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通常只要右耳听力较好的那只耳朵的听力损失在55分贝以上，就很有可能达到标准。拿到这张通行证之后，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补助。那么补助金额是多少呢？这个项目一般是每3到4年可以申请一次。如果是单耳需要配助听器，一般户大概能补助3500到7500元，低收入户最高能到1万元。如果像志雄大叔那样，两边耳朵都不太好，需要配双耳助听器，那补助是直接加倍的。一般户最高可以领到15000元，低收入户甚至能达到2万到3万元。这笔钱可能不足以让你买到最顶尖的产品，但对于配一副品质不错、足够清晰的助听器来说，绝对是雪中送炭的大红包。而且申请助听器补助还有一个特别的评估环节，你不能自己直接冲到店里去买，必须先到政府指定的辅助器具资源中心，或者有资质的医院听力检查室做一份辅助评估报告书。这份报告就像你的听力处方，里面的专业人士会根据你的听力损失类型和程度，建议你适合佩戴什么类型、什么档次的助听器。政府最后就是根据这份处方来核定给你补助多少钱的。如果你跳过这一步，自己先买了，或者买的型号跟评估报告推荐的不一致，那很可能也无法核销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停下来，用最严肃的语气强调接下来这一点，因为如果你不把下面这段话听进去，前面讲的所有的补助信息对你来说都等于0，一分钱都拿不到。这就是无数长辈，包括一开始的志雄大叔，最容易栽跟头的地方。先斩后奏，总觉得牙疼的受不了了，或者实在听不见心急了，就直接跑去诊所把假牙装了，把助听器买了，钱都付清了，才拿着发票收据去公所问，请问这个能报销吗？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冰冷又残酷的，不能，1毛钱都不行。政府的补助流程有一条不可动摇的铁律，叫做先核定后装置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8字口诀，也可以记成更具体的4个步骤：1检查，2申请，3核定，4装置。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一步检查，你得先去医院或牙科诊所，让医生出具正式的诊断证明，比如缺牙需装假牙的证明，或者去耳鼻喉科拿到听力障碍的证明和那份辅助评估报告书。这一步是确认你的需求。第二步，申请带着这些证明文件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、社会科或相关承办单位去，正式提交补助申请。记住，到这一步，你还没有在假牙或助听器上花任何大钱。第三步，核定提交申请后，回家耐心等待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你要等到政府审核完毕，寄给你一张正式的核定通知书或公文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同意补助，并且明确告诉你核准的补助金额是多少，以及你可以去哪些特约的诊所或机构进行装置。没有这张纸，千万别进行下一步。第四步，装置。只有当你拿到了盖着红章的核定公文，你才能拿着它去公文上指定的或者名单内的特约诊所装假牙，或者去指定的助听器公司配助听器。等全部弄好之后，你再拿着诊所开具的正式发票和那份核定公文回去请款报销。这个顺序就像开门的钥匙，错一步，门就永远打不开。如果你在拿到核定公文之前就自己先花钱做了，政府会认为你未经过核准程序，或无法确认事先有申请需求，100%会退件。所以千万不能急，一定要压住性子，按部就班来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容易疏忽，尤其是假牙补助，政府通常有合作的特约诊所名单，不是你家楼下随便找一家牙医诊所都可以的。在申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问清楚承办人员，我们区有哪些特约诊所可以选，他们会给你一份名单。如果你几十年一直看惯的老牙医不在名单上，那你就面临一个选择，要么为了拿到补助，换一家名单上的诊所，要么坚持在老地方做，但就放弃政府的补助。志雄大叔当时就遇到了这个情况，后来他比较了一下，还是选择了特约诊所，毕竟好几万的补助不是小数目。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，看看不同县市的风景。
刚才说一般户也能申请，但全台湾各个县市的规定，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一个样，差距很大。比如说，金门县的假牙补助对一般老人非常友好，名气也大，但正因为太热门，经常需要排队，等上1-2年也是有的。桃园市则是很多长辈眼中的福利标杆，只要涉及满1年的一般老人65岁以上或原住民55岁以上，全口假牙最高能补4万，半口补2万，政策很稳定。台中市也从几年前恢复了对一般户的假牙补助，但同样有年度预算上限，动作要快。而像台南、高雄这些地方，虽然也有针对一般户的计划，但有时会设置排富条款，比如会看你最近1年的综合所得税率有没有超过某个标准，比如 20%。最需要留意的是，双北市台北、新北这2个地方对一般老人的假牙补助门槛相对设得比较高，通常把资源更集中的投放在中低收入户或特定的弱势群体身上，一般户能申请到的机会比较少，或者金额较低。所以千万不要有全台湾都一样的错觉，你住在哪里直接决定了你手里这把福利钥匙的长相。正因为规定这么复杂，像走进了政策迷宫，所以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，打个电话，拿起手机，拨打你所在县市的1999市民服务专线，或者干脆一点，直接去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，找到社会客或社福承办人员，你就直接问：您好，我想咨询一下，我家住 XX 区，家里有65岁的长辈，想装假牙或配助听器，我们县市对一般户有补助吗？今年的名额还有吗？具体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？问一下，不花1分钱，但却可能问出好几万的价值。除了政府的这条主干道，路边还有一些小径可以探索。如果你确实不符合政府补助的条件，但经济上又真的很困难，或者政府补的钱还不够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试着询问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，看看有没有民间慈善基金会提供的急难医疗救助或专项补助。有些有爱心的牙科诊所也会针对特别困难的个案，提供一些减免或分期付款的爱心方案。这些资源不会主动找上门，需要你开口去问、去求助。我们为什么这么用力地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？因为这件事的意义远不只是省钱那么简单。身体好才是对子女最大的安慰，牙齿好，能吃能嚼，营养吸收全面，免疫力自然就强。耳朵好，能听清儿女的关心，孙辈的笑语，沟通顺畅，心情开朗，那种孤独感和封闭感就会远离，失智的风险也会降低。既然政府每年都编列了这笔预算，就是希望用在长辈身上，改善大家的生活，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起来，让自己的权益醒过来呢？最后，请大家务必记住2个核心：一是最高4万元的补助额度可能性；2是先申请后安装，拿到核定公文再动作的钢铁纪律，帮爸爸换一口好牙，让他重新享受美食的快乐；帮妈妈配一副清晰的助听器，让他不再错过家庭的欢声笑语。这不仅仅是一笔钱，更是一份有品质的晚年生活。你或者你家的长辈有遇到过假牙或助听器的困扰吗？你所在的县市这项福利政策到底大不大方？有没有已经申请过的朋友愿意再分享你的经验和踩过的坑？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帮到另一个正在发愁的家庭。这篇文章是实打实的干货，如果觉得有用，请一定要转发到家庭群组，告诉更多的亲戚朋友。我是健康永驻的小编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为大家挖掘那些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宝藏。